绣球招亲那日，我的绣球被一个书生接到，他对我一见倾心，对月发誓会为我搏一个诰命。他高中那日，我欣喜出城去迎他，却见他命人抬着喜轿，径直去了红袖楼。得知花魁在他娶我那日就焚情自尽，他红着眼攥住我的脖颈。为何要将绣球抛给我？你可知我苦读一生是为了谁？我这才知道，那花魁乃是他的青梅，他拼命考取状元，只为救他脱离苦海。我被他刻意刁难，身陷风尘之地，受尽搓磨，连日饱受折辱。我低声哀求他手下留情，一点朱唇万人长，怎配我这状元郎？紫嫣，我为你报仇了！睁开眼睛，我用力将绣球扔给了角落里的义同贵公子。绣球擦过宋云舟的肩膀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明明按照上一世的轨迹，绣球一定会到他手里。看着绣球砸在那贵公子头上，掉到他的手中，我长长的舒了口气。楠楠，你怎么把绣球抛给马奴了？我现在让人收回来，你再抛一次。可不是，他只是来现场维持秩序的，你怎么还把绣球丢给他了？相公！对方狠狠一愣，手中的绣球显有些掉在地上，和他一样惊讶，是宋泽川。他猛地抬头看着我，满眼都是不可置信的。然而此刻我确认了，他也是重生的。爹娘，就他了，我不会看错的。上一世我惨死红袖楼，尸身被草草以草席包裹，遗弃于荒芜乱葬岗。幸在红袖楼的几位姑娘心生不忍，偷偷为我立起坟冢，以一根木棍全作墓碑。可5年后天下大乱，因为义蒙将军平南扫捕，千人轻骑就收复了京城。可他入京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向红袖楼。当晚附近的住户都听到了他崩溃的嘶吼。第二天状元府被一把火点燃，我的坟墓被挖开，那位义谋将军和我的尸骨一起消失在了世人眼中。我望着眼前这个长相俊美的义谋马奴，虽不知他为何对我情深意重，但他上一世以义待我，此生便由我主动相随。我不会认这门亲事。你为何这样？边关刀剑无眼，将死之人何以成家？云州前日刚说了要去从军，我们也把身契还给他了。我一愣，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远赴边关，在那场大乱中威震天下的。绣球又塞到我手里，爹娘催着我再投一个。我转头却正好撞见了宋泽川的视线，他的目光过于灼热，由不得我忽视。我有些疑惑，前世他只是把我当做了一个拯救青梅妹的跳板，死后我才反应过来，在我以为他爱我的岁月里，那些被我当作爱意的注视里有着那么明显的逢场作戏，现在可再看他的目光，却有着化不开的爱意。我想，是我的错觉吗？那我就作为随军家属，与你同去同归。阿爹娘怎么也不愿意答应，直到晚上都不愿离开我的房间，你一句我一句劝说。可当我成功预测了第2日赛马场获胜的号码，且连着3日没有出错，他们抱着厚厚一沓银票瞠目结舌，终于相信了我的预测能力。爹娘，萧云舟日后一定会建功立业，选他，江家只赚不赔。他们终于还是从了我，只是给我准备了好几车的后勤物资。然而萧云舟依然跪在我房门前，求我不要任性。我拿着剪刀出来，割断他的发丝，又将我的发丝剪断，绑在一起放入随身5年的荷包中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夫君，我选你，从来不是任性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呼吸一滞。那晚他没有再长跪不起，而是将那段合绑的发丝剪下一段，绑在自己的脖子上。第2日，我便踏上了随军的路。一起随军的女眷也不止我一人，但萧云舟还是被一众兄弟们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词，对我的容貌议论纷纷。他从不接话，却也不许别人蝶语我，哪怕只是一个玩笑。得知他从未碰过我，大家第一反应是我不行，因为他各方面看上去都无可挑剔，只是我从未抗拒过，甚至会主动提起。可每每我稍一靠近，哪怕他喝醉了酒也会瞬间清醒，在屋外站一整晚。气急败坏底下，我找到了队长娘子，求来了牛来了也抗拒不了的合欢香。正回去，却听见了他与兄弟们的谈话。并非不愿，只是行武之人，武功名加身，怎可委屈了他？他那般皎洁如月之人，自当有不世之功方可相配。合欢香掉在了地上。
我有些明白，他上一世在江家放着吃饱喝足的马奴不做，为何跑去边关吃沙子。想到他牵起扫京城的英姿，我笑中带泪。这傻子，我何曾在意他的功名了？我悄悄离开，从此再也没有逼过他，而他则无比疯狂了一般，晋升速度一次比一次快。那些与他喝酒吹牛的兄弟们，有人死，有人伤，有人原地踏步，有人远走他乡，只有他带着满身风霜与伤疤，换来朝廷的封赏。短短3个月，一个小兵成了百夫长，进而是千夫长。我渐渐等不到他回来了，偶尔回来几次，他也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的睡颜，一坐几个时辰，等天刚亮就悄无声息地离开。我的待遇越来越好，他的着装越来越威放，每个人看到我都要叫一声夫人。我想他要成功了，于是我将一个锦囊交给了他。前世天下大乱，起于羌人造反，只要压制住起初这股暴乱，边境的口子就不会被撕开。他起初有些诧异，可最终还是信了我的话，放弃了原本的边防部署，带着人去了羌人驻地。他一直是这样，不多言语，却无条件信任我。那次他凯旋而归时，手里拿着的是朝廷对他的将军任命。我来不及高兴。将军，老爷夫人被诬陷谋反，下大牢了。家里的丫鬟跑来找到我说爹娘被告谋反，已经被下了大狱。这个变故让我措手不及，因为前世江家是各路反贼直逼京城的时候才支离破碎。我来不及多想，萧云州的军功可以求得一件陛下力所能及的事，能救爹娘的也只有他的军功了。抬那个女人为平妻，可是我以为将军您非江女士不可的。军功已至，身不由己。我先没站稳，站稳。赐婚圣旨送到，我躲在树后，亲眼看着萧云州跪毕，恭敬地将圣旨接了过来。恭喜将军，以军功求得佳人，苏姑娘不日便会被护送到您房里。也是这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了前世一个细节。他杀回京城后，首先找的是花魁，而宋泽川为了让我给青梅赎罪，是把我作为新的花魁扔进青楼的。我的墓碑上只写了花魁之墓。可萧云州离京多年，怎会知晓花魁之后还有一个2文1次的花魁呢？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到房间的。等萧云州将热粥端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江姑娘，我被叫他了3声才回过神。江姑娘，江姑娘，萧云州，我听说你有一个从小就喜欢的姑娘，你想彻彻底底地得到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他呼吸一滞，定定地看着我，眼中的渴望丝毫做不得假。想，我的手在袖子里死死攥着和离书，强撑着露出笑容。那我要你7日内再立一个比平定羌乱还要大的军功，若你做成，我必定使你得偿所愿。但有个条件，你的军功必须由我来决定用途。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平定羌乱本就是九死一生，再立新功只会凶多吉少。我过去连他手被划伤一个小口子都要骂半天，现在却让他送死。好，我笑得讽刺，他对那个女人的爱比我想的还要多，还要坚决。我把3个锦囊交给了他，里面都是前世举起反旗屠戮中原的胡人情报，每一个部落都极难攻克，却又不得不攻克。他不会不知道危险，却只是收了锦囊，转身去做部署。第2日，他的心上人来了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护送那人来的居然是状元郎宋泽川。我更没想到，那个被送来的苏姑娘还有一个名头花魁。看着苏子瑶一笑百媚的模样，我险些没站稳。怎么会是她？那个前世焚琴自刎，让宋泽川恨我到死的女人。别来无恙，婉婉，放心，你爹娘那边我关照过了，一时半变不会有事。
我恍然大悟，前世今生在京城唯一的变数，便只有他，是你。为什么？当然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。殴打监军，其罪不在小。督军大人，无妨。原本挡在我身前的萧云舟，在与他对视的瞬间，身体肉眼可见的一僵。他杀伐果断那么久，从未有什么可以让他愣神。今日我见到江小姐，督军大人想告诉您，萧将军心不在你，哪怕是为了您的爹娘，也请跟我家主人回去吧。只要您愿意，和离的圣旨即日便可下达。我直接让人轰了出去，可小东还是硬塞给我一张纸条，里面宋泽川的笔迹十分熟悉。我把纸条烧成灰烬。小姐，萧将军已经打算出征剿匪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叮嘱一大堆，反正他成功后，我的和离书就会教他，届时他根本不必让心上人和我一起做什么平妻，我也和他再也没有关系了。姐姐好手段，让2个男人围着你转，很快就是围着你转了。可是我接受不了我的男人还有别的女人。你猜，如果我在这里把你杀了，你敢？我当然不会这么蠢了，你猜，他们赶到也觉得是你是被夺了男人恼羞成怒呢，还是我刚得到了圣上赐婚便要自尽呢？这可是你的房间。婉婉，是婉婉的屋子。哥哥，我被苏子嫣一推，意识变得模糊。宋泽川毫不犹豫越过我，抱起了苏子妖。可下一刻，萧云舟一把将人撞开，夺过苏子妖，头也不回地转身冲了出去。2个男人，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。苏子嫣缩在萧云舟怀里，还不忘朝我的方向投来一个讽刺的冷笑。相公，可以放我下来了。你是？怎么是你？萧云舟，我看错了，我认。哪怕他得了军功，我也不能寄希望于他帮我了。爹娘，我自己去救，哪怕九死一生，哪怕遍体鳞伤，大不了一死而已，不必将一颗心与希望寄于他人之手。拦住他！拦住他！不准伤到夫人！那是夫人。趁着这个空档，我跑出几百米，可终究是马术比不得常年骑兵作战的萧云舟。我很快被赶上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射出袖中短剑。原本只是想要恐吓一下他，小心！不想烈马被剑鸣惊到，嘶鸣一声扬起马蹄。放开我！我要回去救我爹娘！婉婉，婉婉，我听说了老爷老夫人的事，你放心，我会正道军功，求圣上赦免他们。不要！我不要你帮忙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死在爹娘身边。他们的罪名可是谋反啊！这种大罪的敏感性一直很高，我如果回去，哪怕错一小步就是满门抄斩，那又和你有关系？你只管去争你的军功，奉其印子。和离书已经给了你，此后你再也不必令你的心上人与我平分秋色。我的家人还在狱中蒙冤，你帮不上我，就不要拦我。这个，以后你再也不必带了。谁说和你平分秋色？我的心上人不是一直是你吗？一向沉着冷静的人，此刻眼尾居然在发红。果真如此，那便放我回去和爹娘同生共死。你不信我，你说过的；不信我，你说过的，和我同去同归。我的确不信他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想怎么平反？你和我都知道，这背后的人不是你能抗衡的。不是谋反吗？如果辩解不成，那便让它成真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江家是开国元凶，并
陛下早年身陷宫闱纷争，也曾历经诸多坎坷磨难之时，还是我娘把人抱回去的。没有我爹娘，他早就死在街上了。这些年他自己不理朝政，国库入不敷出；自己不理朝政，国库入不敷出，又巧立名目让江家为他的过失买单。现在别人随便2句话，他就肯把江家下狱。江婉婉，我就算真反了，也对得起良心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镇北大将军，你若看不得一个反贼，那便现在杀了我吧。长剑高高举起，却不是砍向我，而是砍向了大将军印。既如此，我与你同去同归。你不要大将军印了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？砍掉朝廷印信，是对朝廷的大不敬，与谋反无异。谢然知晓决定如此，我作为小姐的人，自当相随。可苏子嫣呢？她与我何干？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从小就喜欢的人？是你。你还用军功求了一道赐婚圣旨，就是为了娶她？并非求得，乃陛下强赐。你拼命争军功，就是为了配得上她？是为了配得上小姐。我从小就跟着爹娘施粥，在连碗都抱不住的年纪，我跌跌撞撞抱着粥罐给角落里的少年盛粥，他初看觉得好笑，后来就越来越移不开眼，于是进入江家做了个马奴。他本以为可以日日看到我就心满意足，直到见我的次数愈多，他心里的躁动便无法压制，于是下定决心给自己挣一身军功，回来便有资格求娶。不想我答应了绣球招亲，他本想此次一走就不再回来，日后功成名就也可以做我的后盾，却不想幸福就这么砸了下来。我的绣球不仅砸到了他，我甚至还下定决心与他同行。他想尽快挣到军功，才不辱没我的眼光。我问他是不是从小就有喜欢的人的时候，他以为已经被我看出来了，不想我另有起意。萧云州秘密调集了兵将，我与他很快秘密向京城进发。不想刚出边关，山路上猛地杀出一支车队，车子侧翻，我晕过去了。模模糊糊只听到萧云州撕心裂肺地叫着我的名字，我心里一阵绝望。看是东窗事发，朝廷猜到了我们的意图。可不想我睁开眼，看到的却是宋泽川。你要和他私奔？我们2个还真是一对怨偶。前世你追着我，这世成了我追着你。你不是苦读一生只为苏子嫣吗？为什么又来找我？为什么不娶了她？我也以为我最爱的就是他。以前你走以后，我反而比之前更痛苦。我早就在我没有发现的时候深深地爱上了你。但是婉婉，你这种姑娘，男人很难不爱上。你也许不信，你死以后，我日日都活在对你的思念中。前世我留下的诗集一直被认为是对紫嫣的思念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写诗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人都是你。死前我发过誓，如果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死死攥着你的手，再也不放开。但是我没想到你也重生了。婉婉，你好狠的心，一点机会也不愿意再给我。功高震主，你逼得我只能用功高震主的名义上奏陛下，让陛下把萧云州政敌的女儿嫁给他，来制约他的军功。你放心，婉婉，你父母那边不会让他们出事。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保证这辈子你都会幸福快乐，是人人羡慕的诰命夫人。萧云州的政敌，女儿，你在说什么？好啊，婉婉，原来你还不知道萧云州的真实身份。你以为当初把当今陛下扔到街上，母妃到底是谁？企图被车马冲撞伤及性命的后妃是谁的母妃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萧云州的母妃。可惜后来陛下被你的父母所救，萧云州母妃遇害，他自身也遭牵连打压，只能隐姓埋名流落民间。真没想到这对兄弟都受过江家的恩啊。婉婉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是继承人之间的斗争，而萧云州竟然有皇家出身，此刻也不过是个边境小将，
根本没有胜算。你跟着我，我让你平安的度过了这次政治斗争。你放我走，不然下一刀扎的就不是你的肩膀了。督军大人，住手！谁敢动他，我定不轻饶！放下兵器。婉婉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来，你尽情发誓，只要你能不再恨我，我这条命都是你的！来啊！婉婉，把夫人给我抢回来，不准伤到她！也是在逃亡的路上，我才知道京城已经大乱了。陛下前一段时间听信宦官谗言，私自改道了边防布局。前世那场外族来犯的动乱终究没能避免，如今狱中之人大多已遭处置。朝廷决定，就算京城被毁，也不能给胡人留下半点政治遗产。别怕，二老应该还没有被清算，很快我们就可以将人救出来。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宋泽川带领士兵连换7匹马，一路追到了京城。你去营救老爷和老夫人，这里由我拦下。你去营救老爷和老夫人，这里由我拦下。你居然真的还活着，我还以为那些消息是骗我的呢。真是可惜，如果这2个老不死的愿意作证那个姓萧的只是个野孩子，或者愿意告发萧云州谋反，我还可以留他们一命。可惜2个老古董满口誓死不从，说什么不肯给女婿做伪证，我只好真的让他们去死了。苏子嫣，国难当头，你居然只注意这些内国难当头，你居然只注意这些内斗？什么内斗？苏家之所以覆没，说白了还不是这2个老不死的告发贪污？朝中哪个大臣不贪污？难道就因为你们不贪，就让我们也不能贪吗？不是他们，我何至于沦落风尘，隐姓埋名，甚至假死重塑苏家过去的事业？你说什么？假死？现在才发现，我也是重生的。晚了，我这才知道，前世苏子嫣根本没死。她所谓的焚琴4吻，说白了只是金蝉脱壳。这样红袖楼的打手就不会满世界把她抓回去继续蝉脱壳。这样红袖楼的打手就不会满世界把她抓回去继续挣钱。这一世她不必如此，因为宋泽川主动将她救了出来。2人一拍即合，一个去边关嫁给萧云州，做当今陛下的耳目，时刻监视这个陛下的兄弟，而我必然会因为萧云州纳妾的事主动合理。届时宋泽川便可以和我在一起，只是宋泽川没想到我会这么恨，这么抗拒。想要给你爹娘报仇，可惜凭你不配做我的对手。一看你就是被萧云州养得很好，武功这方面完全是个门外汉。萧云州教我，对战的时候要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放肆！为臣之女，谁准你持剑上殿，还不快跪下！为什么要杀我爹娘？天家威严，岂容你质疑？你这条命都是我爹娘救回来的！把他给我拿下！你可知，你今日所作所为，已经让你父母没有你今日所作所为，已经让你父母没有平反的机会了。既然没有机会，那就如你所愿。现在我们真的反了，陛下，你满意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江家怎么会出反贼？原来你也知道江家是无辜的，是你昏庸无道，是你不理朝政，你让天下生灵涂炭，看民不聊生。可你没胆子对真正的奸臣下手，只敢把手伸向那些对你有恩的人。昏君，对付你这种人，果然还是要耍点阴招。婉婉，你来了。现在没有人阻拦在我们之间了，过来。以后的日子里只有你和我了。你错了，宋泽川，
以后的日子没有你了。要杀了我？但是很可惜，能为你父母平反的，可只能是我。陛下最信任的就是我的话，我既然可以让他拿下你的父母，自然也可以让他放了我。这是谁干的？他配不上江家的恩德，所以我把他杀了。别急，你很快就可以下去上奏陛下。现在，你很快就可以下去上奏陛下。你现在对我真是一点机会都不愿意给了吗？不忠的人，试一次就够了。婉婉，我真的很想弥补和你之间的遗憾。你觉得你配吗？给我重来的机会，却不给我弥补的机会，最大的惩罚。把皇子接入宫中养伤，其余将士跟着我挡住胡人骑兵。凭借前世对战况的了解，我很快带人顶住了荆门。可萧云舟却也没有好好养病，他说自己做了场梦。萧云舟不顾他人劝阻，蒙眼跨马上驿。尽管看不见，不顾他人劝阻，蒙眼跨马上驿。尽管看不见，却也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胡人一时间闻风丧胆，纷纷败走。世人皆称京城出现了一位蒙眼将军。战事结束，我本想把看不见的人领回来。夫人，这次终于保住你了。原来他也觉醒了前世的记忆。萧云舟很快恢复了皇甫京的名称，踏上皇位。第一件事，大赦天下吧；第二件事，封我为后。这次再也不会分开了。